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猫，它叫面团，它很粘人，它就会主动来蹭我。我觉得重庆是我最美好的家乡，不是北京。就感觉这儿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来说非常好，但我们所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小，堪称没有活动范围，每天2点一线，还是有那么一丝丝压抑的。然后，其实怎么来说，也是想找点事儿做吧。其实我很早就想养一只小动物吧，但一直没得到实现。我对狗毛、猫毛过敏嘛，我爸妈就不让我养。但我现在接触了，其实发现还好，就也没什么过敏症状。快跟大家打个招呼吧。然后就每天给它铲屎啊、喂饭啊，什么更丰富一些。来给大家表演个走路。哈哈哈哈！神多，神多。本来是想叫10人香的，因为我在网上听说猫粑粑挺臭的，我想叫一下10人香，让它粑粑不要这么臭。但是叫着叫着10人多，发现叫着要顺口一点，就叫10人多了。哎呀，我的口红！有个陪伴嘛，反正有时候我上床它就上床了，它就钻到被窝里面来。有时候我还生怕压到它，睡觉都是不敢睡太死。该剪指甲了。我的手都干裂了，在这个地方。当时确实是一时兴起，但是现在我觉得养了以后还是要负责，然后我觉得不能再多去买一些这种生命了，我觉得先把这2个照顾好吧。而且时间也比较少，感觉这10人多，过完年就得给我妈去养了。主要是她到处跑的话也不好跑，她平时如果出去几天或者是办托运啥的也不好搞，就交给我妈了。是说当时我是在逛商店的时候看到了，然后它这个叫什么电动小玩具，我觉得挺可爱的。不是挺可爱的，就是挺稀奇的。我说要买一个，我说行，那就入手了，就拍了个微博，然后就一直在这里养着了。然后当时是没有想买猫的，当时想买那种小鳄鱼，就那种可以长这么大那种鳄鱼，我就觉得第一不太好养，第二就是觉得这种动物养多了还是不太好。第三是当时我想当天就拿到，结果没有卖家可以让我当天拿到，就放弃了这个念头。然后我就隔了几天，我就又是就看到了猫了。第一次来之前呢，没什么感觉。当时对北京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对，当时因为还小嘛。你要说第一次来北京的话，那肯定没有这个概念，就只是觉得可能和重庆应该差不多。首都比较，感觉比较，特别繁华吧，感觉。就终于和大家团聚了呗，没什么，就没其他的想法了，就是说终于能回归正常的一些，就是一些训练吧。有，但是不知道怎么表达。什么样的设想都有。肯定会觉得呀，你像我这个年纪，正是青春之时、青春年华的时候、叛逆的时候，怎么可能会觉得脱离爸妈，会觉得就离开的时候会觉得很伤心呢？就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脱离了就是爸妈的管控吧。对，可能是那种比较，就是自我认知中的开心的一个成分吧。对，肯定想过呀。第一次
具体记不太清，因为想家还是有很多次嘛，就是感觉没太有动力，干不下去了呗，就是那种时刻才会想家嘛。也不是那种时刻才会想家，平常也有会想家，因为还是走了这么久，就是离开家乡这么久了，就肯定会对家乡产生一些思念嘛，挺惊喜的。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当时我妈前一天还跟我发信息说这边很冷，然后我当时还没注意，我又没反应过来，然后结果第二天她就来了。先是惊喜，然后再是平静。肯定会啊，为什么不会？你现在问他们哪个不想回家？每个人都想回家看看。对，老师你不想回家吗？那就对了呀。破案了吗？这不，好。重庆，毕竟，从小就在重庆待嘛，对重庆肯定还是熟悉一点，而且我感觉重庆的好吃的多一点。吃火锅遭不住了，这边火锅都不是很，虽然我也吃不了辣，但是感觉这边。火锅都没什么味道，感觉除了吃，还想去重庆，就是玩耍吧。因为重庆，出门还是比较方便的。这边出门吃个饭都要报备一下。If me and you, baby, if I got you, baby. Some people want that ring, some just want everything. Everything means nothing if we ain't got you, yeah. If I get you. 昨天要伴奏真的有在练？当然了。我想念那个不下雪的冬天，我想念你躲在无围裙里面，我想念那个想念的一切。一好不好唱吧？你自己说。好唱点的。你忘的地方可不少，你得自己好好记啊。说一个地方，就是每一个舞的三角的时候，就是大家不要太往里。因为我希望我从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到那个外三角那个尾巴的。想想
绝对不能输。这里就是有很多来这里追求梦想的人，梦想的旅途，我背井离乡。这边会下雪，还挺冷的，南方还是要暖和一点。美食的部分少了一些，然后空气干燥了一点。对，太干了感觉，因为我记得我在重庆是一颗墩儿不长的，在重庆、北京干的我还要长几颗墩儿。我感觉这座城市的色调比较偏冷，一眼望过去能看很远，风哗哗哗的吹。就是给人一种些许荒凉的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们就听到要来北京的时候，每个人都特别兴奋，因为在重庆活了10几年，然后呢，突然要去一个新的城市生活，就感觉很新奇。可能只能说适应了。对，确实不是那种随心所欲的生活。我感觉只有随心所欲的生活才谈得上喜欢吧。重庆只能说，只是因为虽然那儿其实训练都差不多，但主要是那儿有家的感觉，生长的地方。重庆家。几乎没怎么出过重庆吧，除了有时候演出，可能去城市待个几天，几乎都在重庆待着。对，基本上还是愿意回老家去玩一玩。老家比较清静，比较自由，道很宽，想走哪儿走哪儿。回到重庆第一件事，先见见父母，吃吃家里人做的饭，就很好。做菜是我跟我爸妈都有学到了点儿，我感觉我爸妈做饭都挺好吃的，各有各好吃的。就是我爸喜欢创新，然后我妈就是发挥稳定。我可以指定厨师，只要我想吃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一家人就是我父母感觉比较随性，就是我爸管我叫航哥，我管我爸妈都叫哥或者姐，就是大家都是外号叫着来的。我基本上很少叫我爸妈叫爸妈。对，挺和谐的，就是有什么事儿大家都会一起聊聊天，像一些为人处事方面的事儿就可以请教我爸。对，爸爸妈妈的经验还是要比我多很多，但是来了这边怎么照顾自己，其实也不用问，爸妈也会关心过来。对，好像跟家里哭诉的时间还没太有。对，但是有迷惑的时候会和家里人一起吃饭聊聊天。我感觉倒没有从他们嘴里说出来，只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生活不妨随性一点，我就感觉，就是我爸妈生活就比较看得开的那种。对，他们就是主要是支持我，看我是怎么想的。他们说会无条件支持我。就是我之前在綦江的时候，爸妈也在綦江。中间不是初3就来这边读书了，然后爸妈就跟着搬过来了，他们可能不太想错过我的成长，对，肯定是一家人商量的呀。他们说想搬过来，然后我也觉得搬过来好一些。我认为安全感可能是父母给的吧，真正打开自己家门的，在关上门的那一刻，感觉心就可以放下来了，就是回到真正自己可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了，就是那种感觉，回到自己的领地了。差不多吧。想一下，可能15年之后就没见过了，差不多。就去吃了很多好吃的，我就觉得
还玩了点儿，买了购了物，具体是什么我有点想不起来。还是小学嘛，当时。那小学6年级还是5年级来着？有，他没跟我说这件事儿，然后还准时给我发了个红包。哼，嘿。主要是不知道说什么，因为主要是我也是那习惯了那种不在家，身旁没有亲人的感觉，就感觉就没有太过去依赖他们吧，就不会像那种经常打电话还问，因为小时候才会这样，因为小时候当时都不放心嘛，所以才问我，现在大了其实都还好。我觉得可能只是看到的时候会，就是鼻子酸一下吧，因为可能小时候更敏感一点，因为长大了都感觉过了这么久了，就感觉已习以为常了吧。太久不在家了嘛，可能感觉没有那种就是很熟悉的感觉吧。因为可能1年就回家不超过2周吧，就感觉没有小时候那么熟了，可能就有点，因为问的不好的感觉，我大人还是不会说这些。你不知道怎么说吧，这种东西，主要是负面情绪。都是一个人，对，我感觉可能是不喜欢这种把负面情绪带给别人吧，因为如果假如说我们俩是同样的处境，就要是我对他说了这些，他可能也会就是有这种，对，而且这种事情可能需要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哥哥吧，就如果同龄人的话，就感觉，因为同龄人更多是朋友就玩的关系，就如果说这些，感觉我也觉得就是对他们来说，可能也会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很走感情的人，可能我更想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因为我感觉会让我更有就是责任感吧，就是更能消化这些东西，就血缘关系的人在旁边会更加有安全感一点。一个人确实挺孤独的。这一路下来，感觉除了公司也没什么很交心的朋友，这个还是挺羡慕玩得很好的那种同学，分享一些他不一样的生活，还能够。还没太感觉到完全是来追逐梦想，因为我们来北京就是换了一个地方训练，暂时性的。我觉得只能说有可能吧，但是也可能不太可能了。我家人应该后面也就不会太搬过来了。重庆搬到北京成本巨大呀，有人在的地方才有人味嘛。应该不会，因为如果一直生活在北京，也全是都工作，然后呢，在重庆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毕竟工作跟生活是2个东西。跟他们的关系特别好，会和张吉、玉涵、张泽宇一起，晚上的时候出去骑车，看一看南滨路的风景。
我心是自由的，在哪儿都自由。Now I want you to overpronounce everything. Overpronounce. Yes, like a rapper, like. Welcome to the big show. Next on the ladder is your name in the letter. Just doing that makes it sound so much stronger. Okay. Yeah. Because this song is kind of aggressive, but because it's low, it doesn't sound. But that's why you use your diction to get that aggression out. 맨 마지막 줄 좀 더 짧게. 他说你这后面尾音那里还是有点拖长，他说不要拖长，干净利落的结束。Rhythm. Like it's a day by kingdom come. 潮汕的就被看了谁总给我用了行动在 keep 我曾经对懦弱发了誓 I believe every 朝天的善意 keep it love 不管喜不喜欢那种麦克的样子 teamer bring a lot 我就是不会的会奢求气球 burning like a lot 谁想过他不过就住在课堂现在的万人舞台上在小学玻璃只剩光现在他才补了一扇窗对支持我的朋友们说句感谢不屑诋毁的话画出台阶大人的孩子有这个成果算把自己的人生改写 조금 더 힘 있었으면 좋겠어. 再大力一点，用点力量。 좀 더 뒤에 나나가 나나나나나나这个是 하고 나나나나 하고 올라갔다가 빡 하고 내려오는 느낌이 있어야 될 것 我就 같아요. 说这个戏，这唱到最后那部分哦，要有一点上，就是你唱上去感觉突然就降下来那种，就突然摔下来那种感觉。Flat. I can't find this too fast. You can hit me easy. Hit it strong. This one you have to hit strong too. They're gonna crumble one by one. They will go right to the sun, like it's the day my kingdom comes. I'm turning this backwards, but hell, I feel we all done been dyslexic and ingested with these equins who all just been cemented in society. Even though they got so with piracy, and it ain't but a life of piety with no compliancy from all their rivalries, but still click clack and a big kickback for those who. 그런 느낌. 这样的感觉。 No songs, first words now. They came to China in Higher October. ground, higher ground. 他说，如果你要做那种类型的话，你想做那种类型的话呢，你自己要找 beat， 然后自己去录音才行，自己去录音。Here we go, right into the sun, like it's the day my kingdom comes. Anywher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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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Last part, last choru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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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First and second chorus. First and second chorus, just do Yeah. low version. But one octave high. It's still one octave high, just not the. Understand? 원, 투, 쓰리, 포, 빛을 발아, 둘,셋. 여기까지 해주세요. 到这儿为止可以吗？就最后一次，好，这完全全力。 플로어 기억하고 꼭 다음에
돼요? 所有的那个啊都记一下啊，然后好好做。就这个一使劲就慌了。全力来一遍啊！ 你们俩主导的就开始。完整的歌曲，咱们就学了2天，然后呢，扣7天还扣了也就8小时，熬夜吧。 可以，这个才是刚才那个确实做得好。OK， 고생하셨습니다.不要紧张了，哎，关注哟，辛苦啦，辛苦啦。主演吗？这是？哦，你在看这个啊？你拿我电脑看的啊？不是左航。这是左航说的呀？还我干什么？肯定不是啊，很窘迫呀。好牌。喂，这是左航啊？为什么要公开？哪个左航啊？我看左航。月光武士呢？哎，我先在外面避避风头。 你洗死了吗？受不了了。 Let me go. I don't wanna be your hero. I don't wanna be a big man. I just wanna fight with everyone else. Your masquerade. I don't wanna be a part of your parade. Everyone deserves a chance to walk with everyone else while holding down a job to keep my girl around, and maybe buy me some new strings and her a night out on the weekend, and we can whisper things, secrets from our American dreams. Baby needs some protection, but I'm a kid like everyone else.
肯定重庆会比北京好玩一点嘛。然后就是重要的人都在重庆。咱们呢，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跟老师吃个饭。对我来说，其实在哪都不重要，只要有重要的人就行了。我想回重庆，只是因为想见到的人，然后就没其他的了。都有吧，我爸、我妈、我姐、我侄子、我朋友、我老师，他是对我重要的人的其中一个，就这样吧。至少我走了之后，他是一直带着我的，然后也让我看清了很多东西，然后学会了很多东西，然后跟他相处的，就是相处的方式也很舒服。哟，哎呦，哦 ，Hello， 哎呦，我应该干嘛？你应该坐下，你坐哪点儿？哇，你要吃啥子？你点噻？你点，有些点过的。你点了几个？4个荤菜，1个素菜。那够了呀，你猪这个多。在那边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跟毛哥出去钓了2会儿鱼，条都没钓上来。你钓鱼？啊？你钓鱼？啥子噻？钓鱼不是要安静的吗？关键是。毛哥那个鱼竿是路亚的，丢出去就抽的那种。哦。然后呢？然后去了2会儿。才去了2次。抽了4个小时，一条都没抽上来。反正听他说他钓上来的。哇，结果小同事喜欢钓鱼。哎，对头，他现在没事拿着竿竿就钓。这个还挺难得的，没想象到。然后呢，在那边跟兄弟们或者伙伴们相处的怎么样嘛？挺好的呀。怎么个挺好法呢？一句话概括了呀？哪里都好。怎么是僵哦？说实话，你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想的太多。想得多，如果一个事情发生了，也许你想的会和别人其实表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是吧？可能吧。差不多。对人的第一个认知，你觉得他们是什么样子的性格？一个一个说，一个词就行。猪肉馅儿，外冷内热。外冷内热。长得圆，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好，社交能力强吧？社交能力强啊。OK， 第3个，张杰，比较单纯吧。单纯。对，可以。很开，看得很开。好，第5个。苏信浩很努力，你看到他都在练。你看到他都在练，是不是？也不是吧，反正大部分都在练。大部分时间。对。练琴都有，练唱歌，练编曲。张俊豪，自律。自律，哦，这个词也很重要。哪些地方体现出来他自律？哪里都体现出来他很自律。起床。啊。上课时间要对自己的时间安排好，是不是？都有啊。可以。第7个，小木啊，很看重友谊。很看重友谊，是不是？这个词也很重要。说说。太单纯了。用过不提。没有，张杰没用过单纯。张杰不是单纯。那张杰是什么？张杰是为兄弟2肋插刀。为兄弟2肋插刀。可以这么。这个很重哦，这个词。就自己兄弟出事了，他是一定会站出来的，对吧？对。你为什么会觉得硕硕单纯？因为他啥子事都写在脸上。抓。有自己的想法。目标明确吗？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反正有自己的想法。
日韩，它是个2维生物。what？ 这怎么理解？就你特别能够看懂它，就是也是比较直爽嘛，呀，比较直爽，可以。然后天润，很正常一男的。但是我见过最正常的一男的了。最正常。对。行吧。那对自己呢？你怎么看自己？我就像小孩子。哎，其实对我来说，我只要能见到对我比较重要的人，我就很开心。就是跟我想一起玩的人出去玩。就主要是我是对人依赖性很强的一个人，对，就对自己信任的人依赖比较强的人。各行各业都是专业，不管是哪一行，就是很专业啊。有啊，当然有了。我当时很舍不得我重庆那个小天地的吧，因为我们那些什么乐器、什么设备什么拉到北京的时候，我当时就说想要找个地方嘛，结果那个地方又小，又隔音又撇，你还说给你搞个小天地。除了这次就是公司带我们去北京集训之前，我觉得我在外地待过最长时间就是在外面待1个月，很久之前了，2010几年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感觉其实前面还有点就是还可以，但是后面还是有点想家。然后这次住那边住了半年，其实我感觉生活自理能力不算特别差，只是一开始到那的时候我不晓得那个洗衣机啷个用。谁不想家嘛？谁不想家嘛？就是不说出来而已嘛。回到重庆之后就回家了嘛，回了老家，就是充斥着一个童年记忆的地方吧，很安全，很自由自在。重庆干任何事情都是北京干不了的，除了训练。就算是什么打篮球啊，或者是出外面玩，什么也好，那都是北京干不了的事，所以干一切事情都很开心。上次回重庆嘛，然后当时我就换了手机，然后我就把我自己以前用的那个手机，我就给我弟了。他有时候经常给我发什么哔哩哔哩那种搞笑视频，我感觉我弟就是可能稍微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基本上如果说是视频电话的话，基本上是我妈给我打过来的时候，我弟出镜一下。对，我回去的时候我弟睡了，然后今天早上来看到我来刷牙，他说：“哎哥”，然后他就过来抱我了。Hello。我弟啊，我弟是个 I 人 ，MBTI 是肯定是1000万是个 I 人。当时去年的时候去了北京之后，就很少能够有一些就是跟我弟就是有时候就是聊天啊、玩游戏啥的。我记得当时应该最幸福的时候是当时2020年的时候，因为当时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都在家里嘛，然后可能那个时候我叫我弟玩我的世界，那个时候感觉两个人就是在家里，就是窝到床上，然后打游戏嘛，那个时候感觉还挺有意思。然后后来好像就是见面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感觉当时在北京打电话的时候就能感受到有一些我弟不是那么自然，不是那么自在，感觉稍微还是有点变化吧，我感觉。让我点啥呀？你有没有想吃的？必胜客，你想吃牛排吗？可以啊。听说你很激动啊！你刚跟我说。哎，
辉哥，你出学这么久，你这么认真的眼神看着我。对呀，你看吧，这种那么好的亲子时光，我去了北京之后就很久，再就很少了。哎呀。那你都是睡我那个床吗？我去北京的时候，你都是睡我那个床吗？都是睡那个床吗？对。那你今天上午去干啥了？你今天上午啊？上午画画。然后妈一起去画的。那你们学校现在有运动会吗？有运动会啊！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参加那个短跑，这10米。10米？你哪有10米哦？50米吧。1年级，很短。当时短跑，我当时参加那个应该是放小了点难度。我现在挺能跑的。那你们班上有没有喜欢的女生？没有啊。没有？真的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我还不知道。妈妈，我还不知道这个春节怎么弄呢。妈妈说，有时间你带我去坐过山车。哦。对。小时候很想挑战，结果身高不够。今年1.4米几啊。绝对要爬出去。那怎么办嘛？那就是必须得适应噻，就是适应了才能，就是继续往后走嘛，是吧？得突破舒适圈嘛。但是呢，你来重庆了，那还不是得舒适一下，是吧？我的力量什么的都只能来源于我自己的内心。几年前我就是那种说我牺牲了这个东西，我就可能会很快的在另外一个时间上看到答案。但是其实感觉其实不是这样的，可能。时间不一定，我觉得，说不定那个时候就会有这种反馈呢，是吧？而且这东西就是职业素养嘛，对吧？职业素养是吧？谁能是一直不变嘛，是吧？很难吗？我觉得变是必然的，就这接受就行了，就至少能让它变得好一些。既然给了我这副牌，就把它打好嘛。
举头望无尽回忆，那季节叫做寂寞。对岸如雨洒，热血满胸膛，愿为我信仰，信我一切过往。就是之前新年音乐会都是录制的嘛，然后这次有观众，肯定很热闹，因为人很多。New life is coming. Happy to see you here. 是否对接下来的生活充满期待？希望你心愿成真，收获快乐、进步与美好的回忆。Fighting。因为我还没有在外地长时间待过，就是肯定很憧憬，而且因为我平时在重庆肯定是住家里面嘛，然后跟家人可能待的也比较多，然后可能出去能自己住很新鲜吧，而且当时很想提前就本来已经定了时间走了，但还想更早的走，就那几天都很激动，然后就是对都在幻想。其实前几周都挺开心的，而且后面人变多起来更开心了，然后后面就很闹，然后就被举报了几次，然后就换舍友了。现在舍友张泽宇一直都是我舍友。其实我去了北京这么久，感觉还对北京不是很熟。如果自己出去单纯玩，不包括打球那些的话，只玩了一次，跟张吉出去逛了一次，然后就再也没有去过。而且那个时候我还是住1楼的时候，就刚到北京不久的时候，可能6月吧，然后后面就再也没去过了。后面就出去打球。其实还是差不多，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自己打嘛，而且我们在北京去的也很晚，也没人了，都是自己打。在重庆可能还有人跟我们打，因为重庆一般我们如果要打球，一般都是上午放假或者下午去。累，但是我感觉北漂得那种，我感觉我们程度还没有那么大，我感觉他北漂，他是指那种，比如说他想出去闯一下，然后就去北京，然后最开始去的时候也只能住那种，因为北京很贵，然后他最开始也只能住那种比较很便宜、很窄的房子，就在北京找工作，找到了之后就上班，然后，但是后面的我就不理解了，所以说我们不算北漂。我们在北京还是比较稳定的，跟重庆差不多吧。环球影城。Stopped into a church. Passed along the way. Well, I got down on my knees. 的确想回来，我毕竟出生就是在重庆嘛，那肯定意味跟其他的城市肯定都不一样。其实重庆有家的感觉，北京没有家的感觉，就是感觉回到重庆感觉自由了。但是重庆这个地方就已经熟到，就在我那片地盘，我感觉我就随便走我都能走回去，因为在北京毕竟就是其实我们还是不熟，就是我们去了这么久，然后也没怎么出去过，就对北京这个地方很不熟啊。但是虽然很多新地方我们想去看，但是其实也没有时间。然后我们回了重庆，可能对这个地方很熟，然后再想去哪儿去哪儿。然后今天早上我出去吃了个饭，吃的烧烤，当然开心。但是昨天下雨真的很烦。
我这唯一我觉得北京比较好的就是北京它下雨不多，就它一直是也不是晴天，就是正常没有雨的天，不太喜欢雨一直下雨，就是很麻烦而且很难受。我想回家，就一直待着。我不容易想家，但是我其实觉得就是我可能小时候就是在家里待的时间太多了。然后我就很想出去试一下自己住是什么感觉，然后可能住一段时间，然后就又想回来了。之前我小时候经常去宿舍，就是想在外面住，然后还是回来了，最后就感觉还是家里住着舒服。因为在北京在生活上遇到事情一般都自己处理，就至少在重庆还有人帮一下，就是有家人。就是聊微信，有时候主要是他们怕我不方便嘛，然后就问一下我，然后我说方便，然后就打视频了。关心的话语就是了解一下近况嘛，然后每次走的时候都要放那首歌，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但每次车上我下车的时候都会有那首歌。早去早回。我不是哭的人，我不是哭的人。OK， 是，我不是哭的人。你们基本上是有时候会想妈妈。哦，엄마妈妈사지。哦，非常不错。是多久回一次？3个月。3个月回一次。那上次回去是多久？上一次他回去后，虽然人在韩国，但是没有时间互动，因为他有编辑10月份嘛那个时候，我们最忙的时候。说一下，就是一个生活比较繁忙的赌场。然后因为我以前也在北京短暂的生活过一段时间，然后就是感觉这个城市，也不能说生活节奏很快吧，但是就是有一点就跟我家反正肯定不一样，因为我家乡日照是一个生活节奏很慢的城市。然后也没有什么夜生活，像北京这种城市，它可能跟其他的一些像上海这种城市比，生活节奏没有那么快吧，但是就是一个很交错的。前4句也没放开唱。
14点钟有没有放啊？哪4点？我上一个是保留状态，对啊，下一个太好了啊。就是感觉，而且北京这种古都嘛，这种历史跟现代的交错，还有这种时间的快慢的重叠，就是这种感觉啊，没有，就是融合吧，可以这么说。去过呀，我们有时候出去运动，去踢球，除了踢球几乎没去过任何地方。反正期待预期肯定要比实际看到的高，有一些期待吧。你当时还觉得每周也能出去转一转，但是发现都挺累的，每周休息的那半天都变成睡觉了。现在不太了解北京有什么地方，感觉每天都在差不多的地方。以前不这么觉得，现在觉得确实感觉回到重庆的感觉还是有一些期待的。因为当时疫情那段时间，就是去年暑假后9月份、10月份那段时间，不是重庆疫情挺严重的嘛，然后我们就封起来了，在宿舍里。当时有世界杯，然后还有一些好玩的事情，就跟张宇、玉涵他们一起，那段时光还挺印象深刻的。感觉现在想起来应该是没有那么多悲惨，感觉欢乐的成分更多一些，就是那种感觉。其实说起来很奇妙，虽然被封在家里，但是呢好像又挺自由的。哇，就是想去解放碑，感觉解放碑这个地方很神奇。哇，那干的事情多了。当时我们解放碑有很多我们的秘密基地，就是我当时和张宇他们住在一起嘛，然后每天都和他们一起出去，然后呢就开发出了很多不同的景点，可以对于我们来说是这样的吧。比如说有用来休息的，就比如说我们跑累了，因为可能会在这个解放碑遇到一些对吧，遇到一些奇怪的人，然后我们就跑一跑，然后就找到了很多躲起来的地方，然后也有一些当时因为重庆我们住的这个附近没有什么足球场，我们就开发了一些可以踢球的地方。对，在解放碑里面。当然是确定不影响正常的其他人的生活的情况下的一些地方，不会占用公共资源的地方。重庆吧，感觉重庆是一个很适合人生活的城市，就是住在这儿没有那么多压力，也不是没有那么多压力吧，就是这里的城市氛围不会给你那么多的压力，然后你可能会自如一点。北京这种城市毕竟也是首都嘛，你虽然感觉上没有那么多大的压力，但是有一种无时无刻会笼罩着你的感觉，还是很难描述的。好吃了，你在想怎么不动啊？怎么不动啊？现在不是很理解，以前觉得这个词就是北上打工，现在感觉也说不太清楚，有点模糊。我们应该算比较标准的北漂了，就是去北边一个没有亲人，也不是说没有亲人嘛，就是没有依靠的地方这种感觉，就感觉自己的根不在这儿没有安全感嘛，就是这样子。就是见到了都叫我一声硕哥，然后呢会跟他们讲一下话吧，但感觉就是太久没有见了吧，有点生疏了。说了些什么，就问了他一下长高了没有，他说他长高了，但是我感觉跟之前好像差不多，可能是因为我长高的原因吧。然后送了我一个什么礼物，夹子还是什么东西，感觉
挺开心的，但是有一点点尴尬吧。太久没有见面了，可能有点生疏，再加上就是他们可能会，我坐在这里可能也有点明显吧，就可能看得到我，就是长高长过我吧，然后就是天天开心，然后都进步一点。广东待了10几年，我是在深圳出生的，然后搬到东莞那边去了。北京初印象就是好吃的东西比较少，然后冬天特别冷，然后夏天还好，老房子会比较多吧，然后呢就有挺多树林一些东西的。就刚去北京的时候就感觉水土不服，然后后面慢慢就感觉适应下来了。然后呢，北京不是下了一次雪吗？然后感觉第一次见到雪，就很完美。半夜凌晨4点钟吧，好像3点钟还是4点钟，跟玉涵还有张俊豪还有穆志成一起去的，感觉挺不错的，就是有点冷。喜欢肯定是喜欢的，老师。就是我目前来说，就是在北京，就是有一个缺点，就是感受到的美食不是很多，可能是因为地区原因吧。有，但是不多吧。一般家里人主动了，然后我就主动了，聊什么话题，就说在北京过得怎么样嘛，然后吃的东西怎么样，就聊一些这些。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2个妹妹，这段时间都没怎么见面嘛。之前见过一次，就是我妈来北京这边，然后见了一次。哦，好像没有见到。哦，他们2个没来，然后没有见到。但是呢，就是她也会给我发信息吧，就是那个大妹妹会给我发信息，小妹妹还对于手机不太会使用。没有自由，有一点吧，老师，就是可能，就是出去玩的时间会比较少吧。重庆就不用多说了吧，老师，就是美食很多，然后感觉玩的地方也很多。再一个呢，就是夏天比较热。然后冬天就刚刚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回来了，感觉有点冷。等等，往后。对。왜 너네 이거 할 때는 거울 보면 안 되고 정면 보면 안 되고 둘이 마주 보면 돼. 然后做这个时候呢，你们俩不要看这个，要你们俩就是。 지는 여기서 손을 조금 더 손목부터 올라오고. 从手腕开始这样， 손목부터 올라오고.
my god and 爸爸爸爸爸爸爸哎 oh my god and two cha cha 3个啊 oh my god and two 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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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and 好那8点钟，8点多，差不多。还是挺开心的吧？我觉得这边吃的好吃一些，不知道为什么。很大，就是北方城市嘛。还算比较熟悉。但是我感觉还是重庆的好吃一些，这气候什么都肯定适应，就比如什么暖气啊，或者是，就是可能是重庆之前待得太久了，说不定和北京在培养感情，没什么猜想啊，就是在想我们晚上会不会，玩很久，就是可能，毕竟应该。大概率不是宿舍原班人马能到一起住嘛，就可能会跟一些就是重庆本地的朋友一起住，就是没有一起住过的室友一起住，就都还挺那个什么的，挺未知的吧，感觉都跟第二个家一样了。又在这边读书，又在这边住，又在这边上课，又在这边上班，在家都没上班。对，除了没有家里人吧。今天下课比较早，然后就出来溜达溜达，看这段没人，然后就拿着球过来抓2脚，然后现在也比较安全，难得这种机会出来自己溜弯。北京可能。那些大爷会和我们一起踢，然后重庆可能就没有。比如他说我们是小孩，他们年纪大了，让我们跑慢点，或者是不要大力射门的人说，对，就是可能北方大爷要义一点吧。那重庆肯定都是组团来的，就没管我们这些小孩可能，但其实也有空的场让我们踢嘛。又不是没有场地，对。你准备在哪儿踢啊？踢球？准备在哪？找一个第4群参加的地方吧。太陡了，那儿吧，那差不多。走吧，走吧。对了。逛小吃街算吗？小吃街是想去就可以去啊，但现在不行了，现在太危险了。我觉得我适应能力还挺强的吧，哈哈，这习惯了嘛，毕竟是，还挺多的吧。一般每天都会发信息，但是在北京就不一定了。不，在北京有的时候拍东西就不一定，有时候可能就说一句今天晚上拍东西，然后就没了。我不可能3、4点下班，我说我下班了吧，也没有人回我呀。一般都是有事再打电话，没什么事可能就发信息聊一聊，就实在有什么急事啊或者是大事啊就打个电话。现在我不知道，因为之前我们在重庆出来都不用打报告，然后在北京可能比较危险，要打报告。
这重庆可能也是路都熟悉一点，就即使遇到危险了，可以很轻松的化解。就是解放碑那边有几个充电桩我都知道，充电宝租充电宝的地方，美团最多。北京没有什么出去的机会吧？之前我是天天晚上都出去，我们俩经常去逛小吃街，然后就一些犄角旮旯、一些小道啊，反正就是我比重庆人还了解解放碑。但我现在在重庆，我也不是很确定，因为也挺危险的，没敢出去。过年有吃汤圆的吗？咱们吃汤圆啊？你吃汤圆？你过年吃汤圆？你过年也吃汤圆吗，老师？对啊。好 ，Oh my god！ 过年不都是包饺子吗？不是都是什么？过年放假不回家，一起在公司包饺子，不都是包饺子吗？好吧，没有见过，真的不是很了解。啊，那你们吃饺子吗？但也要吃汤圆啊？我们只吃饺子。今天晚上吃了，明天早上吃，明天早上吃了，明天晚上还有，就是大年30的剩饭，大年初一继续吃，大年初一再做几个新菜，大年初2继续吃，这挺开心的嘛，还是。然后一般我要跟我小叔比谁吃的钱多。我爸相对来说要严格一点吧，但是也没，就都是跟朋友一样吧，家里都还挺好的，反正家里都挺活跃的，我爸我妈什么的，然后小时候经常跟他们看综艺节目，中国好声音，我惦记的就是看上金志文老师和梁博老师，我就说我也要和他一样。然后就开始我的音乐之旅。然后可能在家里还和爸妈看那种喜剧综艺啊那些，或者是对，反正就经常和他一起看电视。之前我没有手机，主要是我上了初中才有的手机，然后我之前就是很喜欢看电视，就经常反正看着什么就看什么，特别是小学那种半天班的时候。我姥姥或者我爷爷接我的时候，回家第一件事不是写作业，先看电视，看到我爸我妈回来开始写作业，主要是作业写很快。这么大。加油，和之前一样就 OK 了，顺其自然，好好活着。
不对，是前年，22年的时候吧，是当时去骑了几回，然后就喜欢了，感觉就可能没有那么累吧。其实是很累的，因为主要是你骑，它有风吹着，感觉就比较舒服。然后就感觉怎么说，就感觉骑得很快，就很舒服吧，比较喜欢。对。对自由的理解就是自由，做好自己该做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要强求，不要压迫，这种算是吧。小时候比较纯真，现在经历了不少，被强迫改变了，为了适应、接受新的东西，所以说不能那么纯真了，得去学会保护自己。就说了2、3年，然后催着我爸买，然后就买了。当时疫情最开始的时候买的，然后就送到家里来了，然后就一直养着。我本来说养大狗的，然后我姐说算了，太大了，家里放不下。主要是当时一开始本来选的是一只柴犬，白色的，纯白的那种。那是我爸朋友的，就是他们是就那种卖比赛的狗的那种，跑步比赛的那种狗，我也不知道是他。就是说那边有一只柴犬，白色的，品相很好，就没有就是再看看，然后最后就看说买柯基了，也把搞忘了，太久了感觉。因为它很可爱，因为它摸起来很舒服的，因为它很呆。祝你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谁啃这一口啊？哎呀，失误就是打开的时候。好，我就知道，我感觉单独叫我过来。高帽子，我这边这样的呀，连个帽子都不会戴，不是这个帽子很难戴，意思一下吧，这样。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10个 ，OK 了，哎，22块耶，哦。Never thought it would be this much. Weigh me down so hard. Oh, can somebody redeem me? Tell me, lady, I've done enough. And you know I'll still try. Cause I'm falling fast deep in the dark. Every time I lose my way. Save me from breaking apart. I just need a song that leads me right back to you, right back to you. I'm underneath the blind lights. You're the reason I believe I will make it through. Oh, trying to fight the tears, but I'm holding on to every promise we made. You're the fire that keeps burning through the night. You're the fire that keeps burning through the night. Tonight.
fire that keeps burning through the night.味道。
我感觉重庆就像是那种更加的山城，然后可能更加的那种感觉热情感，或者就是那种感觉，反正不一样。然后北京会给我一种就是那种可能要繁华一点，但感觉就可能也没有重庆那么热情吧。就感觉适应了挺多吧，可能最大的就是在吃的这一方面，对，就可能在重庆比较吃的辣吧，对，然后感觉，然后可能到了北京之后，可能也吃的稍微比较，相比之前可能会清淡很多，但感觉自己也适应了挺多的。好了，差不多。啊，主要是觉得它上面差不多吧。点了这个。点了这个豆干、苕皮、韭菜、玉米肠、千牛肉、88五花肉，这个中翅排骨。老板，点好了，点好了，哎，点好了。应该是韭菜、豆干、苕皮，然后肉就是素菜嘛，然后肉哦还有那个茄子，然后肉可能就喜欢吃什么。牛肉五花肉吧，火锅有一家必须要去吃，就是它里面有一个菜叫那个嫩肉片，真的很好吃。哇！好香！那个面好香啊！那个面太好吃了。就感觉那天就一直在看着窗外吧，就看见那个，就那些闪的那些灯，然后波动嘛，就感觉，其实，就感觉可能在北京时候又很想念，可能到这边之后又感觉就比较平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就是我感觉重庆会在这里会更自由，我觉得这里就至少能够，就是像一个就是能够就是自己可能有空的时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可能在北京却不能这样。会，因为首先肯定是地势会更熟悉一点，然后可能也会知道自己在哪个区，然后可能就是会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吧，然后可能也因为也很熟悉了，比如说从我家到公司。已经到就是之前那个学校这些路，感觉都可能因为之前都来来去去很多次嘛，都很熟悉，就感觉会安全感提升很多。北京可能不太，可能就只知道那一条路，就是我们从宿舍到公司，我觉得挺有安全感的。因为和兄弟们在一起，其实就感觉就是挺好的吧，就感觉生活在一起，也不是说就感觉有好有坏吧。可能自己在家的时候，可能感觉要睡得比较早，可能跟兄弟们一起的时候可能会睡得比较晚。然后呢，但我们也就是会更有安全感，因为可能就比如说可能有什么私生这些来到下面的时候，感觉我们都会就一起，就是我们会互相叮嘱嘛，然后也会就是会更有安全感一些。可能在家可能就一个人和自己的就和我妈妈。应该不是吧？但是我只是就是可能思念重庆吧。你说在北京之后吗？不习惯，肯定刚开始都会有吧。可能刚开始就自己一个人要去，就是就照顾好自己嘛，然后可能要弄很多东西之类的，就肯定一开始会有些不适应，但到后面也慢慢习惯了，感觉是比较好的。就可能，所以就导致可能到后面自己有点依赖吧，对。就感觉自己独立的话应该挺好的，就感觉经历了这么半年吧，就感觉自己也学会了独立。北漂，
我理解中感觉它不一定是那种类似于那种是因为没有家所以才到处流浪的意思，我可能感觉更像是一种自由吧，更像是一种梦想的追逐，就是因为感觉可能不一定每个北漂的人他们都是因为没有家才去北漂，有可能他们是为了追逐自己的梦想，也为了自由，对，为了去探索就是更多未知的东西，就感觉我们也是为了类似于追逐梦想，然后也是为了自由，就是也不说就是可能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吧，然后可能就是也不想一直局限在一个，就比如一个城市、一个地方、一个类似于一个地区吧，然后可能也去想探索更多外面的世界，因为世界太大了。我感觉更像是一种过程吧，就是我觉得我们以后一定会得到我们所想要的自由的，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有时候会越来越难受，有时候会就是被限制的越来越厉害，但我觉得难免会有，这总会有一个结果，我觉得我们会有自由的那一天的。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你可以继续加油，继续努力，然后呢可以去继续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嘛，然后无论怎么样天天开心。吹我去那边，有多遥远，有多遥远。哦，泥泞、执念、伤疤、誓言，风要吹我去那边，有多遥远，有多遥远。时间给人生留下轨迹，疼痛感也许早就麻痹。轨迹，疼痛感也许早就麻痹，低头看着脚下的泪滴。
其实这次演出其实也挺顺利的，就是稍微有一点遗憾的，就是可能没有到最好的状态吧。就是这次时间挺紧的，就是上台之前都还挺紧张的，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还可以吧。感觉感冒的很不是时候，对，然后反正也尽力了，对，感觉更自如了很多。就是上台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哇，好紧张，好紧张。就上台前感觉，要来了。其实我感觉这次怎么说呢？我们不是2场嘛，就是其实第一天还是有一些就是紧张的感觉，就是第2天的时候会比第1天放得更开一些。这次肯定还是要热闹得多，而且毕竟是在重庆嘛，也是到主场了，就在舞台上更自如一点吧，没那么紧张。其实开头的时候也不是很紧张，争取有多多表现自己的机会吧。对，然后也不想在台下就是长草发霉了，肯定是没有那么完美的，但是也能说明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去复盘的时候，感觉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好。其实想一想，还是可以做得更好。感觉第2天没有第1天状态好，然后还得提升，感觉有些地方不是很稳。表现的还可以，然后挺开心的。就是要去都江堰，然后可能过年的时候就应该在家里面。暂时没有。打算好好的休息一下，放松一下，想的就是回老家去放松一下，清静一下，然后过年再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下。暂时还没有什么计划，家里好好待一下，在家里沉淀一段时间，去都江堰，回家。我们准备6号，出去耍几天，宅在家里。就是打算回老家过个年，然后跟家人聚一聚。没有特别的安排和计划，感觉宅在家里就是最好的计划。新的计划和目标吗？暂时没有想到，现在只想休息，等到了北京再慢慢规划吧。下一口气的预谋，终究会被没收。漫天风雪，我陪你战斗，我们别回头。问宿命是否在多久，在持久，在永久地不了不朽。恋人总会收到，牵手到，放手到，回首就该足够。对夜的长河，我胸口的伤口随风成就。你我重回轮回，真爱漂流，等待花期烟雨稠，在花江水煮熟，属于你的元宇宙。能爱多久，想多久，是多久，是永久，爱过就不朽。那我不走，不分手，不放手，不回首，十指紧扣。分岔路口，我伤口贪欲渴求，渺小微弱，像尘埃漂流，等待花期烟雨稠，在花江水煮熟，属于你的元宇宙。分岔路口，我胸口的伤口贪欲渴求，渺小微弱，像尘埃漂流，等待花期烟雨稠，在花江水煮熟，只为重逢的时候。